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到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，女人上了年纪后，气质再好也别剪这3种刘海，这4个特征决定留刘海更好看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总有人觉得女人年纪一大把，就该收起对美的那点心思，好像成熟和爱美天生对立。但我始终觉得，年龄从来不是放弃美的理由，哪怕走过半生，依旧可以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，有气质。就拿刘海来说吧，很多人觉得刘海只是年轻女孩的专属，中年女人要是留个刘海，就显得不稳重、不合适。可事实真是这样吗？其实不少中年女性剪了合适的刘海后，气质立马轻盈了不少，看起来既自然又显精神，整个人都减龄了。但也确实有人跟风剪了不适合自己的刘海，反而显得尴尬又突兀。所以想靠刘海来改变状态，前提是要弄清楚什么样的刘海适合自己，什么样的发型能真正帮你藏起岁月的痕迹，而不是盲目跟风。一女人上了年纪后，气质再好也别剪这3种刘海，要刘海或不要刘海，4个特征决定。把一款刘海剪对了，让自己悄悄年轻10岁，干净又得体。1. 女人上了年纪后，剪刘海需谨慎，气质再好也别剪这3种刘海。虽说刘海确实能给造型加分，但也不能一味跟风就随便剪。就拿梅婷来说，看看她有刘海和没刘海时的对比，就能明白刘海选对了能有多加分，选错了又会有多拉胯。一款不合适的刘海不仅遮不住缺点，反而容易直接拉低整个人的气质。想要知道自己适合自己什么刘海的话，不仅仅是看斜刘海、齐刘海这么简单，我们还需要看看自己的脸型与气质，并找到适合的刘海厚度、长度。第一种，刘海长度剪太短。没上刘海这几年在时尚圈一直挺火的，放在年轻女孩身上，确实能显得俏皮又个性，是不少人想要凸显独特感时的首选发型。但别看这款刘海热度高，真要剪好看，其实对脸型、发际线要求都不低，年轻人都未必能轻松驾驭，更别提中年女性了。这种长度的刘海会把额头大面积暴露出来，如果本身额头偏宽，发际线不够整齐，就很容易把这些小缺点放大，反而让五官显得更分散，面部比例失调。而且超短刘海自带一点刻意减龄的感觉，放在年纪稍大一些的女性身上，就很容易显得气质不够稳重，给人一种硬凹年轻感的违和感，和成熟大方的状态其实并不搭。第二种，剪太厚重的刘海。厚重的刘海很考验发量不说，还没有一点呼吸感。到了夏季，剪这种刘海，你会感到额头闷闷的。要是出汗了，厚重的刘海还容易贴在额头上，十分影响整体形象。中年女性更需要展现出优雅大气的气质，所以厚重的刘海并不适合你，换成轻薄一些的刘海，才能展现氛围感。第3种，乱糟糟没有层次感的刘海。我发现还有的姐妹剪刘海，几乎就是一通乱剪。她们的刘海之所以不好看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少了层次感和弧度，再加上发质又不好，导致刘海干枯毛躁也没型。这种刘海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的邋遢，一点都不清爽，拉低整体气质。2. 中年女性要刘海或不要刘海，4个特征决定。刘海对于上了年纪的女性来讲，可以掩盖发际线，改变头发稀疏的情况，同时不合适的刘海造型也会成为颜值的绊脚石。你到底适不适合刘海？
适合什么款式的刘海？那就请你接着往下看。一、拥有这3个特征的人可以不用刘海。特征一，高颅顶加发量多。高颅顶是最近几年美学圈里高频词汇。如果拥有天生的高颅顶加发量的中年女性，可以说是颜值顶配，至少不会显得很秃，不需要刘海来掩盖发型和修饰脸型。从发际线到头顶漩涡的距离越长，说明颅顶越高，那么加上发量没有刘海也无所谓。例如张柏芝就是典型的高颅顶，额头圆润又饱满，加上发量也好，所以她的打扮是刘海可有可无。没有刘海的她同样美得很有辨识度。特征二，五官轮廓清晰加笔挺，肤紧加发质好。比起高颅顶和发量，另一个可以让我们毫不犹豫不要刘海是五官的立体感，也就是五官的分布从3庭5眼来看至少是有参考标准，鼻子高挺不塌，加上发质光泽不毛躁软塌，选择不要刘海也可以美出圈。就像俞飞鸿在《玫瑰之战》里律师造型，除了简洁干练的西装造型，最出圈的就是他紧贴头皮的发型，高挺的鼻梁在方脸和紧致皮肤的衬托之下，不留刘海也挑不出一点颜值 bug， 不愧是妈妈辈心中的白月光。特征三，两边额角低加胎毛刘海多。额角即额头两边的三角区域，额角越低说明可塑性越强，反之额角越高说明秃的几率越大。如果你是属于左右额角都低，且胎毛刘海茂盛，那么这类女性有无刘海影响都不大，没有刘海扎个高马尾也会相当吸睛。特征四，下庭长短加下额角的宽度。下庭越长，说明脸部轮廓更清晰，选择刘海可以弱化脸型。如果你的下庭偏短，选择刘海可能会将视线集中在你的下半部分脸，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看下额角的宽度，从下颌到下巴的位置拐点越明显，那么有刘海修饰情况下面部轮廓感才会显得更立体。像天后王菲的脸就是下庭偏长，很多时候我们重心都集中在她下半张脸上，但是她选择有刘海的造型后，将重心上移，缩短了下颌线的长度，面部留空位置上升，她的脸型只要不选直刘海，辨识度便会一直存在。三，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刘海？第一步，根据脸型选刘海。选刘海最重要的参考标准就是脸型。先别着急去理发店，不妨先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属于哪种脸型。一般来说，脸型偏长的女性最需要做的就是在视觉上缩短纵向比例，让五官看起来更集中。这时候齐刘海就是个不错的选择，能很好的遮住一部分额头，弱化脸长，让整体线条更协调。而如果本身脸型偏短或者有些圆润，那就不太适合齐刘海了，反而斜刘海或是稍微长一些的刘海更合适。长度最好在颧骨附近，能在视觉上起到收窄脸型的作用，同时拉出侧面的流畅线条，看起来更柔和，也更显精神。选对刘海才能扬长避短，让整体气质看起来更自然得体。第二步，把刘海剪出层次感和空气感。前面给大家说的容易踩雷的刘海，共同特征都是眉形且没有层次感，所以好看的刘海就需要有层次感和空气感。头顶发量多一些，稍微厚一点，再从头顶开始打造 S 型的弧度，就有一种头包脸的效果。最好寻找专业的理发师，让发型师根据你的发质和脸型，将刘海剪出厚薄和弧度的变化。具体来说，上了年纪的女性选直刘海还是斜刘海？请往下看。首先是直刘海，
具体来说，很多人都会问，上了年纪的女性到底适不适合留直刘海？其实答案并不是绝对的，关键看你会不会避开一些雷区，把细节做对了。直刘海也可以帮忙修饰额头，调整脸型，让整体形象更显年轻。直刘海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很好的遮挡发际线，无论是发际线偏高还是额头较宽，都能起到修饰作用，还能带来一定的减龄效果，看起来更柔和俏皮。不过，直刘海对中年女性来说也有一些先天的突兀感，如果没处理好，容易和成熟的气质产生冲突，显得造型用力过猛，不自然。因此，如果想要留直刘海，一定要记住2个避坑重点。雷区1，拒绝油腻感。油乎乎贴在额头上的直刘海最容易拉低整体形象，看上去像是好几天没洗头，发型再漂亮也救不了场。曾经吴越就因为一个打理不到位的直刘海造型翻过车，明明穿搭五官都很优越，但那一排油乎乎的刘海直接毁了整体状态。所以刘海一定要保持清爽蓬松，每天洗护到位，必要时可以用蓬松喷雾帮忙打理。雷区2，拒绝厚重感。直刘海最大的败笔就是厚、闷、死板，一刀切，没有层次的后齐刘海。对于小女孩来说，或许能增加可爱感，但对于成熟女性，厚重的刘海会把视线集中在下半张脸，特别是对于脸型肉感明显或者颧骨高的人来说，等于把缺点无限放大，不仅有硬扮嫩的嫌疑，还会显得呆板不灵动。所以如果真的想留直刘海，一定要选轻盈加蓬松加有层次感的款式，比如像袁泉那样去掉厚重感后，刘海显得更灵动，长度刚好在眉毛下方1厘米左右，不遮挡视线，却刚好修饰额头和脸型，让人看着舒服自然。具体推荐，可以试试轻薄款直刘海或者微卷的空气刘海，这2种风格在这2年也很流行，既保留了齐刘海的修饰效果，又减少了压脸感和刻意感，更适合成熟、知性让稍微减龄的女性。只要打理得当，直刘海也能变成中年女性的气质加分项。其次是斜刘海，相比起对脸型和气质要求都比较高的直刘海，斜刘海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偏分刘海，其实对大多数上了年纪的女性更友好，可塑性也更强。斜刘海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更自然灵动，不会显得刻意扮嫩，也更容易和成熟稳重的气质匹配。不过要想把斜刘海剪得好看又减龄，自然、蓬松、轻盈这3个关键词必须牢记在心。对中年女性来说，斜刘海的作用不仅仅是简单挡一挡额头，更重要的是可以巧妙修饰脸型，显脸小，调节头型比例，让整个面部轮廓显得更流畅有精神。但如果没有层次感或者油腻扁塌，反而会暴露脸型短板，比如发腮、下巴线条不清晰、肌肤松弛等，视觉上会显得更老气，更没精神。所以一款好的斜刘海，从发根到发尾都要有自然的弧度和轻盈的空气感。比如林青霞、董卿就是很好的范本，他们的斜刘海从发根就带点卷度，发尾也带点小弧度，看起来柔和蓬松，还能让颅顶显得更高，头型自然就更饱满了。如果你是短发或齐肩发，更要注意斜刘海与整体发型的呼应，别让头发紧贴头皮，可以在发尾做一些微卷或者层次修剪，增加发亮的视觉感，整个人也会更精神。偏分的斜刘海很多小细节值得留意，比如28分、37分或者8字刘海，
都是很值得一试的好选择。像3/7分刘海，分线刚好避开了左右额角，又能拉高颅顶，还能给脸部留白，看上去不压抑不土气，长发短发都能驾驭，搭配针织衫衬衫也都毫无违和感，很有气质感。如果你的额头比较饱满，下巴偏尖，还可以试试8字刘海，它比普通的偏分刘海多了一个自然外翻的弧度，不仅能让额头看起来更小巧，还能把脸型修饰得更立体流畅，非常适合想要用刘海悄悄藏住额头小缺点，又想凸显优雅气质的女性。一款合适的斜刘海，不用费力凹造型，就能让人看起来轻盈自然又减龄，关键还百搭，真的很值得尝试。第3步，这几种刘海适合大部分中年女人。1. 3/7分刘海，夏季不闷热。夏季选刘海最忌讳的就是闷热感，所以齐刘海这类完全盖住额头的发型就很不合适了。相比起齐刘海，更建议大家选择3/7分的刘海，它不会像齐刘海那样完全遮住额头，透气性很好。更重要的是，3/7分刘海对脸型的适配度极高，无论是圆脸、方脸还是长脸，都能通过调整分线的位置和刘海的弧度改善脸部的缺点。但这长度最好介于眉毛和眼皮之间，不会遮住我们的视线，还有效地修饰了脸型和五官。2. 不规则碎发刘海，结合超短发更利落。喜欢清爽利落风格的阿姨们，到了中年可以试试不规则碎发刘海。这样的刘海没有固定的形状和长度，自然随意的碎发能够给人一种慵懒又时尚的感觉，而它的最佳搭子就是超短发，能展现出极强的利落感，很适合炎热的夏季。打理起来比较简单，但一旦刘海长了，就需要尽快让托尼老师给你修剪一下。4. 刘海修饰脸型，适合等于减龄加气质。任何一款直刘海或是斜刘海，都是根据个人脸型和个人穿搭风格来判断，所以打理好每一个细枝末节的地方，都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时尚和精致度。对于上了年纪的女性，拿捏好这些细节，美丽和气质翻倍。1. 头发长度。年轻时，我们羡慕长发及腰，波浪大卷发，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女人味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小烦恼只有自己知道。过长就意味着要打理，长卷发也要做好护理。但上了年纪之后，一是没有那么多精力来打理，二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而换成长不过肩，短到齐耳距离其实最为合适。一来脸型得到了修饰，二来也方便日常打理，是比较适合大部分普通的中年女性穿搭的。稍微注重发型的蓬松感，选择了适合自己脸型的刘海和有层次感的发型之后，便会提升我们的时尚感。2. 头发光泽度。为什么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女性衣着光鲜，但总是透着一股土气？大概原因就出在发型，因为疏于打理或是洗护不当，让头发变得越来越毛躁，加上有了岁月感的脸，整体感就有了疲态。那么加上没有质感的发型，光泽度自然就大打折扣。因此，保持头发的光泽感很关键，可以从洗护开始，买能够持久去油、保持蓬松的洗发水，少用各种发胶定型水。在不伤害发质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发质自然会越变越有光泽感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追求的是新鲜和个性，而步入中年以后，更多了一份沉稳和内心的底气。这时候，面对各种流行发型，我们更需要学会理性选择，不被一时的潮流裹挟，只选那些真正适合自己的款式。
无论是直刘海、斜刘海，还是偏分、八字刘海，最重要的是它能修饰脸型，衬托气质，并且与我们的穿衣风格相呼应，展现出独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与优雅。刘海虽小，却往往藏着改变气质的大玄机。女人上了年纪，想要一下子彻底逆袭，确实不容易。但从一个小小的细节做起，比如剪一款合适的刘海，保持头发干净利落，不盲目跟风，懂得取舍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改变，慢慢都会汇聚成让人惊艳的自信和美丽。愿每个在时光中沉淀下来的我们，都能活得自在通透，把自己打理得干净、舒展、有腔调，就算银丝爬上鬓角，也依旧优雅从容。选对刘海，选对心情，下一次走进理发店，也请记得把这份懂得带上，避开坑不踩雷，让美一直陪着我们往后走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